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深入看看您提供的这些，关于廖老师看法的资料哦。主调是他回答一些问题的记录嘛，里面谈到蛮多他对于人生这出戏，还有世间法则是怎么运作的，一些蛮独特的见解。没错，那我们这次主要就是想从这些可能有点片段，但是充满智慧的问答里面，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，看看廖老师是怎么看待人生的起起伏伏啊，还有怎么应对这个世界上的种种挑战。这可以说是一趟关于理解存在、苦乐、因果，还有内在修行的探索啦。哦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廖老师有个比喻，我印象很深呢。他说，人生就像一个人生舞台，可是他又提到他自己在舞台上虽然都很投入，结果却常常是他说99%都以失败告终。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，很投入，但大部分都失败。对，这个就是他观点蛮特别的地方。他好像不太用世俗那种成功失败当成最终的标准。他有个说法是，战场就是道场，所以失败反而不是结束，是经验累积，是过程。同时，他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世间追求的很多东西，像是讲的名利差财这些，可能比较像是一种幻想或者是欲望的证明而已。他甚至说，有时候我们很努力，搞不好只是演给别人看的，不得不。哇，把失败当经验，这点蛮值得思考的。那他也非常强调因果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认为好人最后会有好报，只是时间可能拉得很长，可能要到100年后。还有那个缘为债的说法，这听起来有点沉重哎。原为在这个说法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他可能更想强调的是，我们这一生的关系啊，遇到的事情啊，很多时候是过去那些因缘的延续，像是一种需要去面对、去了结的课题或连结啦，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那种欠债的意思。这也跟他怎么看待生命的挑战有关。我说到挑战，像是面对生活中的批评指教啊，受伤，甚至严重到得了忧郁症，廖老师给的建议很直接耶。他说，当您停止在意，一切将回归原位。哇，这听起来这个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吧？的确是，这就是他一直强调的那个心的力量。他建议要用清明的事去厘清我们那个混乱的意，就是那些可能异想天开呀、不太实际的念头，找出问题到底在哪里。像之前疫情那样的困境，他就建议说要咬牙忍着，但同时也要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他很强调静定，就是静下心，安定下来，这样才能够比较清楚的思考跟应对。嗯嗯，还有一个词是臣服，这个要怎么理解啊？是叫我们放弃抵抗吗？哎，他的臣服哦，好像更像是一种积极的接受，他不是那种消极放弃哦，而是无条件的去接受现实本来的样子，尤其是那些我们真的无法改变的部分，这样才能放下那种对抗的消耗，去享受过程，然后把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执念放掉。这其实跟转念也很有关系。对对对，转念，透过转变念头来改变感受。可是他又说，思考是世界最大的骗局。哇，这句话真的很颠覆哎。那在实际生活中，难道都不用思考了吗？他建议那个用真心，这要怎么操作啊？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，它可能不是要我们完全不思考啦，而是提醒我们不要过度依赖那个逻辑呀、分析呀，因为那个有时候会被自己的偏见或情绪带着走。所谓用真心，或许是指更贴近我们的直觉、我们的感受，用一种比较纯粹、没有太多预设的方式去应对事情。这个就连到他对生命意义的看法了。哦，所以如果人生挑战这么多，事情常常不如意，那人生的价值跟意义到底在哪里呀？廖老师提到，像是将精神能量换物质力量，还有反过来将物质力量转回精神能量，这种转换听起来好像跟提升那个扬升维度有关。
可以这样理解。他好像认为人生的意义主要是一个往内探索的过程，核心是回忆起我是谁。他用了一个词，智慧就是回忆 （remember）。这里的回忆不是指记忆哦，更像是重新找回完整的自己，认识到我们本来的真实的样貌。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去减低物质力量、欲望，把重心从外面转到里面，在心性上下功夫。那具体的修行方法呢？听起来好像很高深。但他反而说真正的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本分内的事做好。也就是法律啊、责任范围内该做的事，然后追求动跟静的平衡。他也提到一些辅助方法啦，比如说情况真的很困难时，可以唯一只有念符号自求多福，或者练习像长音圣号之类的，来帮助安定心神。那最终的目标呢，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从他的话来看，最终似乎是希望达到一种内外合一、自他不二的境界吧，体认到众生本质上都具有的那种佛性平等，也就是一种普遍的平等的内在潜能或本质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今天探索的这些内容。好，总结来说，廖老师透过这些问答，算是描绘了一个他的世界观吧。人生就像一个充满挑战，有时候也有点虚幻的体验剧场。关键好像不在于一直想去改变外在环境，而在于调整我们自己的内心，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着。最终目的是认识真正的自己。他强调要全然接受现实，就算是失败和痛苦也要接受，然后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，并且在生活中修行，来提升内在的状态和维度。这些观点无论您是不是完全同意了，他们确实提供了一种蛮独特，甚至可能有点颠覆的视角，让我们可以重新去思考我们生命中的经验，还有它的意义。最后，或许有个小练习，您可以试试看。廖老师一直强调放下，停止过度的思考，用真心。那如果您现在试着暂时放下脑袋里那些不停的分析啊、评判啊，不是去想这样对不对，那样好不好，而是单纯的去感受一下当下的自己周遭的环境，您会不会发现，有什么不太一样的体验或感觉呢？这或许是个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方向哦。好，那这次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，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些启发跟思考的火花。